嘿，大家好，我是一王，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开箱英文录。今天我们来开箱上手的是来自华为的高性价比平板电脑 MatePad 11。之所以突然想起来要买一台平板电脑呢，是因为有的时候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就想看一看网页和视频什么的，用手机来看呢，就觉得这个屏幕还是相对来说小了一点。而且 iPhone 12 Pro Max 这个手感是真的差，又重又是直角边，稍微用的时间久一点手就特别的痛。笔记本电脑呢放肚皮上面又太沉了一点视角也不太舒服还不适合侧躺着用。于是我又想到了可以搞一台中中间间的平板电脑。说到平板电脑嘛，系统和软件支持最好的肯定是 iPad 但是这一次我又不追求生产力，入门款的 iPad 其他地方的这个配置呢就实在是太经典了一点然后 iPad Air 4和 mini 6又贵了一些然后我就看到了华为这台东西120赫兹的11寸 2K 屏幕哈曼卡顿4扬声器。865的处理器，还支持手写笔和磁吸键盘最近还出了一个8+128的版本只要不到3000块钱听上去性价比就非常高的样子了。更重要的是，之前就连谷歌官方都放弃了安卓平板的时候华为还是有坚持的，甚至还卖得不错虽然他们现在换了鸿蒙系统，但是在平板这一块，华为应该还是有不少技术积累的所以正好也来看一看，现在除了 iPad 是不是还有能用的平板电脑。好，终于讲完我的心路历程了准备开箱。这个包装盒非常的简洁就是带条纹的白色盒子，除了 logo 以及一些认证之外，基本上就没有图形了。MatePad 1110.95英寸，相当于11寸，然后 Harmony OS 鸿蒙，哈曼卡顿生产厂址，这边是配置参数什么的就没有了。好，开，还挺薄的。充电器不环保，10伏2.25安，也就是22.5瓦，有点怪。卡针这个还支持 TF 卡的。这么大个盒子就一个说明书一条线不够环保。3包凭证、快速指南、几张纸片 ，Type A 转 Type C 的线，2.0的基本上只能拿来充电了。底下没有了。OK， 那么来看看这台机器正面是全贴合窄边框的大屏幕比入门款的 iPad 那要强多了。摄像头在横向的上方中间反正我也不用的管它呢。边框和后盖虽然看上去质感挺不错的，但可以确定它肯定不是金属的。但平板平时我们都是要带套的也就无所谓了吧。摄像头只有一个小小的看上去只能扫码的好屏如果它可以不凸出来的话，那就更加好屏了。垂直顶部2个扬声器，1个电源键垂直的底部又是2个扬声器以及一个 Type C 接口有 Type C 好屏没有 3.5毫米耳机孔，稍微有点可惜。横向的顶部是音量键以及几个孔，应该是麦克风。横向的底部只有一个 TF 卡槽。捅出来看一下虽然我不用，但有了也是不错的。OK， 开机华为，当当当当，第一次用鸿蒙，全贴合的显示效果果然不错。正在激活完了。面部识别这台机器好像没有结构光吧，不过它看上去也没有指纹录一个方便解锁咯。这么快，肯定是没有结构光了。好，终于进到这个系统界面了。这个预装的东西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多抖音和今日头条就不说了，这个儿童乐园以及宝宝巴士是什么鬼热门推荐能关掉吗？不行，不能移除的吗？还得一个一个删新的移动设备最烦就是这里，每打开一个地方，它就要弹一次这个窗，还是2层的，还专门有一个教育这台平板华为是完全当成家庭以及儿童设备在卖了吗？好，现在这个屏幕的钢化玻璃膜已经贴好了磁吸保护套也加上了常用的一些软件也弄好了卸载自带的软件以及关掉系统的各种广告，就花了我差不多半个小时，结果还是能收到一堆自带软件的推送。这台机器我也用了2天左右，可以来聊一聊它的使用体验了。就从硬件开始吧。
一上来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一块屏幕显示的效果确实是非常的棒啊，色彩表现不错啊，120赫兹的刷新率，滑动起来也是非常的顺滑。虽然它滑动时看起来拖影比较明显啊，并不是十分的120赫兹，但对比隔壁60赫兹的大灰屏，那要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哈曼卡顿4扬声器的威力也是非常的强大啊，反正2000多块钱你很难买到影音体验比它更强的平板了。虽然它对 HDR 的支持基本上等于没有，但是现在 HDR 的内容也不多。屏幕的比例是16:10，横向看我们通常的16:9的视频时，上下的黑边不会太多。打书用的话，虽然不如4:3的屏幕方便但也不像16:9的屏幕那么窄还是可以接受的。它唯独有一个地方设计得特别的蠢就是光线感应器放在了短边的正中间。只要你是横着拿，不管是正着拿还是反着拿，总有一只手有机会挡住它，就挺烦的。听说有些人宁愿关掉这个自动亮度调节。双击点亮屏幕要到设置里面手动开一下一开始我以为不支持，每次要去找这个开关键就特别的麻烦，因为我们用平板的时候，这个方向是不定的，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是到处在跑。然后这个震动做得非常难受，是滋滋滋那种，上手没多久我就把它关掉了。毕竟不像手机平板的机身太大了，震动很难出效果。苹果家的震动是做得不错的，但是 iPad 的全系列都没有。整机的重量接近500克，加上钢化膜以及保护套之后还要再重上一些长时间使用的话，还是要双手来握持会比较舒服。单手拿，特别是垂直的时候，掌心、小拇指以及手腕总有一个先顶不住。像前面说的那样，加上保护套之后，后盖什么材质就无所谓了，边框嘛，至少看上去还是挺漂亮的。硬件剩下的部分就不是特别的关键了，像865都已经是站了好几年的老朋友了，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接下来我们聊一聊更重要的软件的部分。首先是系统的操作手感以及细节体验虽然已经2022年了，但这一块始终还是 iOS 要更强一些。虽然 iOS 很早之前就已经放弃了拟物化的图标但是直到现在，它的系统里面还存在着非常多模拟现实物理行为的设计这可不仅仅是一个动画打断的问题像网页滑动。iOS 这边会有一个比较持久的惯性效果，而鸿蒙这边会突然停下来。iOS 这一边拖动图标时，别的图标会有一个避让的效果，而鸿蒙这边图标要移动到对应的位置，其他的图标才会有相应的反应。假如 Dock 栏的图标已经放不下了，它也不会给你任何的反馈。类似的差异非常多，并不是只有演示到的这一些。再加上 iOS 会将 UI 图形层放到最优先级尽一切的可能保证触控的流畅。再加上 iOS 这边的稳定性相对好上那么一点就使得操作时的拟真感非常的强，就好像你是真的在现实中移动一个小方块，控制一张小卡片，或者是滑动一块板一样。而鸿蒙以及其他的移动操作系统中这一系列不符合现实物理逻辑、不符合直觉的行为，就会一直的提醒你让你觉得你所操作的东西是假的。就好像在中世纪的电影中，时不时冒出来几个拿着 AK-47的士兵就让人非常容易出戏。这些可能和专利有关，就好像之前闹过一轮的橡皮筋回弹效果一样当然这些东西它并不会影响到功能的使用你照样可以看网页、看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系统功能方面，就还是鸿蒙这边要强上一些毕竟并不是每一家公司都好像苹果那样洁癖和强迫症拉满。实际上 iOS 这一边在越狱之后，很多功能都是非常容易就能做到的但是对于苹果来说，如果一个功能没有达到它的美学和体验要求，它就宁愿不放出来。鸿蒙 OS 这边的多任务功能那就比 iPad 要强多了这个悬浮窗的大小还是可以调整的可以同时开的窗口数量也比 iPad 要多，还可以最小化缩到屏幕的旁边。平行世界也能在一定的程度上解决软件适配的问题。虽然平行世界它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按钮的行为逻辑很多时候无法预测。比如在网易云的当前播放列表这里，你点一首别的歌你以为这一边会出一个新的窗口，但是它又没有，明明歌已经变了。你非得点到外面再按一下这个标题，这边才会刷新。比如你点击搜索框结果它这边又弹出一个新的搜索栏出来。但不管怎么说，至少它解决了一些软件强制不让你横屏的问题。
虽然对于没有适配平行世界的软件来说，你依然不能利用上整个屏幕，但至少你可以在横屏的状态下继续用你的键盘来打字，而不需要强行又给它竖起来然后改成虚拟键盘。多屏协同我们也试玩了一下，感觉还是挺方便的，可以将它变成电脑的副屏，也可以在2台设备之间共享文件。虽然有一些小问题，比如在共享模式下不能这一边复制文字，然后这一边粘贴一定要用鼠标给它拖来拖去。以及有线连接会比无线连接的体验要好很多在无线连接的时候，很明显能感觉到有延迟掉帧的问题，特别是你附近无线设备比较多的情况下。但它比较好的一点是，只要是一台 Windows 电脑，目前就有办法用得上不像 iPad， 你一定要搭配 Mac 电脑才行。而且 Mac 那边的 Universal Control 至今还没有开放这边已经先用上了。再过来就是比较重要的软件生态了这一块就算把平行世界也算上，依然是 iPad 这一边完胜的不管是绘画还是图片处理，还是视频剪辑，还是音乐创作，在 iPad 这边都能找到功能比较齐全的软件，而在鸿蒙以及安卓这边是比较缺少的。iPad 这边可以做的事情真的是要多很多，所以现在就可以来聊一聊最开头的那个问题了。2022年了，除了 iPad 以外的平板能不能用？我认为答案是看你做什么。如果你是只要爱奇艺不要生产力你就是想要一台大号的手机平常主要就是看一看网页、看看视频、聊聊天、逛逛淘宝那么我觉得鸿蒙以及其他的安卓平板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至少这几天用下来，我并没有碰上什么障碍毕竟它就是一台大号的手机，华为手机能做的，除了插卡打电话之外，它基本上都能做。真的要讲到生产力的话，就真的要看你想拿它来做什么简单的码字以及填填表格的话我觉得两边的体验应该是差不多的。WPS 和 Office 我简单的对了一下虽然菜单布局上略微有一些不同但功能大体上是差不多的，常用的功能都有，但肯定都不如桌面版齐全。上网课看一看 PDF 的书籍，这边不用说也是没有问题的。记笔记这一块我不是特别熟，建议去找一找评测，看一看有没有比较好的软件。绘画的话，这边还是能找到一些可用的软件的但如果你的要求更高一些，想做更多的东西，那基本上就只有 iPad 可以选了。就连必剪和剪影都还没有对鸿蒙和安卓平板进行适配，也就一个万星喵影是有做适配的，但功能对比起 LumaFusion 那简直就是差天共地了。最后来看一下和它配套的笔和键盘虽然这一次我并没有拿它做生产力的打算，但既然都做视频了，就还是搞回来帮大家体验一下吧。毕竟苹果单一个原装键盘就已经要1000多块钱了，第三方的键盘没有办法实现有线连接，还要单独充电用起来比较麻烦。而华为这一支带有压感的笔加上这一个原装键盘全新的也才1000块钱，我这一套是闲鱼收的，成色非常的新，连标签都还在加起来也才700。先来看看这个键盘保护套它的做工质感还是挺不错的，然后开关、亮屏、锁屏这些基本功能不用说都是有的。然后我非常神奇的发现，这个键盘它其实也是蓝牙连接的，在它的身上没有任何的触点，它完全是靠平板无线供电的。实际使用起来也没有太明显的延迟，但是快捷键的适配我觉得不如 iPad OS 比如这一个多任务的切换，它只能一个方向的进行选择，不能按着 Shift 键往回，也不能用方向键来选择。自带的浏览器完全不支持快捷键，还好有 Edge 等其他的浏览器选择。按键的压力克数比较大手感偏肉，好在手感比较的稳定，键帽的做工也不错整体不会让人觉得廉价虽然500多块钱一把键盘也不能叫廉价了。没有背光，不过我个人觉得无所谓，其他除了没有触摸板之外，我都还挺满意的。过来是这一支 M Pencil， 它和 Apple Pencil 一样，也是无线连接、磁吸、无线充电。它同样也支持在输入框里面直接手写转文字识别率还是挺不错的。我写成这个鬼样，它都能认出来。它同样有压力感应，是4096级的，以及笔尖倾斜感应。延迟还是有的，在快速书写的时候能看到这个笔记和笔尖有一定的距离，但不是很大，我觉得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也有双击侧边触发辅助按键的功能。从边角滑进来也有额外的菜单可以调用，但是在试用的时候我发现它画斜线会出现一个波浪的问题注意不是我手抖，画横线和竖线它是不会这样的。据说这个是主动式电容笔的通病iPad 上面也有类似的问题，贴了钢化膜之后这个情况会更明显一些。
我拿 iPad Pro 和 Apple Pencil 2代试了一下啊，这个问题有一点点，但没有那么明显。不知道是体质差异还是膜的问题。只有拿个尺子去画的时候啊，这个问题会比较明显一点。这一台是裸奔的 iPad Pro 啊，确实基本看不到。但是我这张钢化膜才刚贴了几天，所以我又买了传说中的替换笔尖以及这个磁吸式的类纸膜啊，看看是不是真的有帮助。我测试了几种排列组合，事实证明并没有什么卯月啊，看来只能让这张60多块钱的钢化膜为研究献身了。哇，肉痛啊！先放到这里，等下看看还能不能重复利用一下。确实就好多了，瞬间恢复正常。看来这类纸膜可以申请退货了。原装的笔头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有一点点，但是并不明显。这个还是有一点没办法，这个是笔的原理导致的。根据网上看到的说法，用超薄的水凝膜和类纸膜就基本上没有影响。如果你想买来画画的话啊，这个膜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我刚买的钢化玻璃膜，好惨。OK， 那么华为的这台平板这几天体验下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只要鸿蒙的软件生态能够满足你的要求啊，那么它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鸿蒙 2.0 我用下来还是能看到一些小 bug， 但基本上不影响使用。现在除了苹果以外的手机厂商都在推折叠屏手机啊，以后平板的软件生态应该会越来越好吧？华为加油啊！多给苹果一点压力，让苹果不要老是在入门 iPad 上面挤牙膏。好，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新观众呢，顺便点一个订阅，就不会错过后面的精彩内容了。我是一王，下期再见，拜拜。